露出了苍白的狰狞，但是又暂时没办法对付白起，只能老老实实的让火烧。现在一切都一无所知，只要父亲回来，只要三江神所有，什么都比白起这就是作为苏家的武器。想到这儿，苏主的心也就放心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杀神白起》，作者江南二爷，播音三兽，第3集。白起随意的坐在沙发上，看着电视剧，凑巧眼前一幕。当电视上播出秦始皇一统天下，乃是千秋万代第一君王，不知为何白起心里面产生一丝反感。这个反感来自于记得深处那段记忆。秦朝能够一统，最大的功臣之一就是战胜白起。若没有白起几十年的战功，哪里有嬴政的威仪？若秦始皇真的那么好，为何秦朝建国仅秦二世就灭？白起瞥了眼墙角，只见一个穿着唐装老者就在刚才出现的地方，看似悄无声息。白起嘴角泛起一丝笑，却没有理会。茶怎么还不上来？白起看了半个小时的电视剧，可是茶还没有端上，当时有些不悦，瞪着保镖。然而保镖还没说话，门外便已经传来爽朗的笑声。哈哈，白小兄弟要茶是吧？来人啊，上茶！笑声过后，从门外走进了一个精瘦的妇人，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，梳着头发，看起来精力干练，一双深邃的眼睛就像是能让人听一场。但白起只是瞥了一眼，便失去兴趣。不过脑子里却出现了一组天王这是白起，也是9张秘法第一章的相术，可以看到人的运势。9等运势，此人这辈子的成，也就是过日子。当年秦昭王的运势来说，就已经是一国之主。苏天望见白起淡定微微一怔，随即眼中一阵阴霾。他还从未见过如此胆大，竟敢战胜，而且看了他的眼睛，竟然可以看出他。在三江时，能够看着他眼睛，能够保持不换，那都是人中龙，要么就是一个背景大人。什么时候一个贱也有这样的？不禁他好奇心大涨。对，龙井城，苏天望亲自端过保镖手的茶，递给白起。白起伸出左手去接，却见苏天望的右手用力地握住了白起的左手，用尽了全力。白起略微惊讶，不过随即归平静，这是在警告自己。白起嘴角微微一笑，手腕开始用力捏去。时间一长，苏天望后便急忙收回了手掌，结尾已经明亮时，再是那就是他。白小姐，可伟大的我必然后来。一年前往。苏天望满脸亲切热辣的表情，招揽起白起。话一出，马上进过来。哟，招了。白起有些心惊，自己杀了他的管家，算是当着苏家的脸，这个苏天望还想招揽自己，可见场面有之势。不过他喜欢自己的对手是这样，而不是我是这样。是，不知道白小兄弟想怎么样？苏天望笑着点头。然后悠哉地坐在对面的沙发之上，喝了一口自己的茶，等待白起的决定。他对自己是很有自信，苏家世大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。
光是苏家旗下公司苏氏集团就已经屹立在三江市10几年了。另外，苏家还有很多灰色产业，而他苏天旺在三江市被称之为皇帝，因为他是地下大佬之一。这样的势力之中，生出招来，只要不是脑子滑的，那就不会去拒绝。他回来的时候，在车上已经把白起了解了一个车主秘密。顾母总是和有病的妹妹相拥，自己轻松解决，供自己读书。而下个星期就要去三江大学报考，这样钱是最好的，因钱，他是白起这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钱。父亲，您怎么能？苏卓一听自己老子要招揽白起，顿时慌了，他便要阻止。然而话刚说一半，就被苏天王的眼神给制止。你们逆子，闭嘴！苏天王满脸斥责自己的儿子，然后偷瞄了一眼白起。他已经斥责自己的儿子有高薪招揽。晚上刚下班过来健身。
大半年，1年吧，差不多。之前都没练了，最近刚开始，都停了差不多，去年过年到现在都没练，停了很久了。之前在厦门的时候还经常直播。我是练了，我只是没直播，我是已经练了差不多2个月了。之前体脂很高，现在减脂，每天要做2个小时有氧。谢谢点赞啊！刷脂这么快，练的比较勤嘛，早上1次，晚上1次，不算很快的，体脂还是挺高的。现在应该17、8，不到20。以前是饮食控制的比较严。现在没怎么控制，所以体脂比较高一点。现在应该有17、8，跟以前比起来高太多了。以前很低的，但是你长时间保持很低体脂的话，其实生活挺无趣的，吃又吃不好，睡又睡不好。其实像现在稍微再低一点点是最好的，就能看到比较明显的腹肌轮廓，然后饮食又没有必要控制的这么严。
有时候这个光线现在比以前高挺多的。其实有氧是其次的，主要是还是看你的饮食控制。你饮食稍微控制的好一点，然后有氧做一做，就正常训练，掉得很快的。我的腹肌其实我现在体脂挺高的，只是说我的腹肌这个饱满度会比较好一点，能够看出来一点轮廓。我现在体脂差不多18到20斤。再做一组下胸的就结束了。明天早上再过来做下有氧。一天，反正我做的多的话，一天就做2次半个小时，如果只做1次的话，就做50分钟吧，差不多。就能做多久做多久呗，最主要是饮食控制一点，有氧做一做，正常力量训练做一做就好了。只是说，如果你减得很快的话，其实挺难受的。还是慢慢减好一点，把时间拉长一点，3、5个月、半年这样，把你的周期拉长。你才不会那么难受。是家乐送的灯牌啊，谢谢。健身这种东西就还得看坚持。
健身感觉比以前容易胖，这是正常的。你健身过后，你的肌肉量增加了，你的肠胃就要吸收更多的能量去维持住你的肌肉，所以胃口变好，消化变好是正常的。如果你健身以后你的肠胃没有变好，吸收没变好，那你的肌肉也很难长。说的什么啊？看不懂。蛋白粉，我现在很少喝蛋白粉，我现在都是买什么虾呀、鸡胸肉啊之类的吃。我都好久没喝蛋白粉了。其实蛋白粉的话你，我现在也很少研究那个东西，以前经常喝，但我以前都喝那种比较便宜的。在学校补充的少，对。我以前在学校，我也经常存钱买蛋白粉，因为以前比较穷，一个月生活费就1000来块钱，要花好几百去买蛋白粉。这个练下胸的，用那个助力引体向上的那个板，然后把那个片插到你能做的重量去做，它跟那个臂屈伸差不多的性质。蛋白粉在学校你能买就买呗，那个东西挺好的，其实。就是如果你吃不了这么多东西的话，你只能通过蛋白粉去补充你的蛋白质。臂屈伸下胸没感觉，你做的时候稍微含胸一点，把你的那个下巴稍微贴住你的胸，把你的肩膀往里收了再做，这样往下压。如果你单纯的这样直上直下的话，它那个三头发力会比较多一点。尽量把你的身体收起来，把肩往前送，你的手肘想着往外掰一点点，这样往下压就好。这个肌肉发力感就跟你平时你训练的年限，你的肌肉
募集力量的能力有关系的。如果你就是训练时间比较长的话，有自己的训练方法，你去练的话，你肌肉调动能力会比较强一点。我也不知道你现在什么水平。刚开始的话，你就去健身房练的时候，你看那些就是练的比较好的，如果你碰到他在练胸啊，你可以去问一问。其实，健身房那些练的比较好的那些人的话，一般都比较喜欢，就是你去问的话，一般都会教的。刚开始都这样，刚开始练没有人指导的话，就会走很多弯路，比较慢一点。我以前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自己在宿舍练，那个时候就不会练，就随便乱搞。刚开始都这样，你要去找一个那种练得比较好的指导一下。你去健身房的时候，你看到那些练得比较好的，你问一问，然后教你，教你练一练啊，是吧？你让他看一下你的发力动作、发力轨迹对不对，给他买一瓶水就好了。其实在健身房嘴巴甜一点，有很多好处。有人指导比自己琢磨要好很多。有时候就练着练着，其实你练胸练着练着，发现第二天手很酸，肩膀也酸。你就找那种，就单独自己的练的，就是你去的时候，你看到别人在练胸的时候，就是那种，练的比较好的，你去问一般都会说的。
健身得慢慢练，着急也没用。想要效果很明显的话，其实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点。每个人他强项不一样的，像有的人他天生手臂很大，胸就比较小。像有的人他腹肌天生的，他的腹肌刻度比较薄，他怎么练他那个肌肉，他都刻度就比较薄嘛，他看起来就效果没那么好。每个人的强势都不一样的，有的人背不用怎么练，有的人腿不用怎么练，他就很大。差不多我要走了。因为我练的也不是很好的，我就只是说练的时间比较长，练了5、6年。现在体脂也比较高了。走了。